你最近刷财经内容是不是越刷越慌？一边有人斩钉截铁地说，美联储新主席是鹰派升息箭在弦上，美股下半年就要跌出历史级大坑；另一边有人高喊 AI 革命才刚揭幕，现在不上车这辈子都没机会。手里抱着现金怕踏空，抱着持股怕回撤，讯息看得越多心里越没底，连打开交易软件都要犹豫半天。如果你正好卡在这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，今天这支影片你一定要静下心看完。我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10年，见过太多次这种众声喧哗的时候，多数人最后输钱，不是输在趋势错了，而是输在被杂音乱了节奏。今天我会把下半年市场最扰人的4大噪音一层层拆解，用官方数据之外的另类指标帮你理清楚通膨、选举、经济、AI 这4件事的真实走向，最后告诉你为什么我判断下半年美股会走出前低后高的格局，以及 AI 产业即将迎来的一次历史性转折。看完你会明白哪些波动是用来吓人的杂音，哪些才是真正值得把握的机会。先提醒一句，今天内容里有很多反共识的判断，也有具体的节奏和方向。如果你怕后面找不到，可以先收藏起来，等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拿出来对照看，比你刷10条碎片化新闻都有用。先从最近炒得最凶的一件事说起。为什么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任后，市场突然又开始慌声息了？很多人以为沃什向来以鹰派著称，刚上任就撂狠话。最新的点阵图也偏向升息，再加上芯片涨价、油价反弹、PCE 通膨随时可能反弹，那美股岂不是又要迎来一轮大跌？这个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，几乎每个财经博主都在讲，散户看了自然心慌。但如果你只盯着官方讲话和表面数据看，很容易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。真正决定通膨走向的，从来不是沃什的发言，而是底层的供需关系。我们把事情拆开来看，你就知道现在的升息担忧到底有多少是实打实的压力，多少是市场自己吓自己。先说大家最担心的油价，很多人被霍尔木兹海峡的新闻洗脑，觉得航运受阻，油价肯定要涨。但彭博追踪的海峡船只数据显示，虽然通航效率还没恢复到从前，大概只恢复了2成到4成，但绕行的船只数量远超预期。全球原油的实际流动性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更关键的是，海峡之外的原油供应正在大幅增加，美国的原油出口已经冲到了每天800万桶，直接写下了历史记录。再加上 OPEC 内部越来越松散，减产协议随时可能破局，甚至有解体的预期，整个原油市场的供给端其实是过剩的。你换个角度想就懂了，一条运货的主路堵了一半，但旁边突然开了好几条新路，各路厂商还在拼命增产降价抢客户，那货价还能涨得起来吗？事实也已经摆在眼前，油价从之前110美元的高点差不多已经腰斩了。后面只要供给过剩的格局没变，油价不仅很难再大涨，反而还会继续被供给端压着。这是输入性通膨最大的底牌，很多人只看得到海峡的新闻，却看不到全球供给的真实变化。更关键的是核心服务通膨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粘性通膨，这才是美联储最在意的部分，也是市场最容易误判的地方。很多人觉得服务价格降不下来，薪资一直在涨，通膨肯定顽固。但你去看亚特兰大美联储的薪资数据，就会发现薪资增速其实已经在持续下滑了，只不过这个数据不像油价那样每天涨跌，大家感受不明显。更有一个领先指标，很多普通投资者根本不会去看，那就是 Zillow 的租金数据。租过房子的人都有体会，市场上的房租涨了跌了，我们当下就能感受到。但官方 CPI 里的租金数据其实是严重落后的，一般要落后市场真实租金12到18个月。过去12个月里 Zillow 统计的市场租金一直在往下走，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 CPI 数据里，租金分项会带着通膨继续往下走。这个动力是非常确定的，只不过需要时间慢慢体现在报告里。还有动不动就被拿出来说事的芯片涨价，说 AI 芯片越卖越贵，会推着通膨往上走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好像 AI 热潮一定会带动通膨，但高盛专门测算过，芯片涨价对核心 PCE 的影响其实只有 0.35%， 短期可能有一点波动，长期来看根本掀不起大浪。把它当成升息的核心理由实在是太牵强了。把这3件事拼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通膨的大方向其实是往下走的，根本没有市场恐慌的那么严重。那为什么沃什还要表现得这么鹰派？说白了，这是预期管理。通膨最怕的就是大家形成涨价预期，你觉得物价要涨，老板就敢涨价，员工就敢要求加薪，最后真的变成螺旋上涨。所以新主席上台先把狠话放出去，
把通膨预期牢牢按住，不代表它真的就要升息。我自己的判断是，下半年大概率不会升息。现在市场因为升息担忧带来的每一次下跌，本质上都是杂音，反而都是给理性投资者的买入机会。你要是被新闻里的鹰派发言吓住了，慌慌张张搁在低点，后面大概率会后悔。我见过太多投资者就是被这种表面的态度吓退，错过后面的行情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底层的数据正在往哪个方向走。聊完美联储的政策，我们再来说第二件大家心里悬着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。一提到选举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确定性，两党吵得不可开交，政策说变就变，股市肯定要震荡。这种担心不能说完全没道理，但你只看到了表面的乱象，没看懂选举对资本市场真正的影响规律。首先，我们承认一个事实，选举落地之前，市场确实容易晃。尤其是6到9月这段时间，各个候选人开始疯狂拉票，各种政策口号满天飞，今天说要加税，明天说要搞产业补贴，讯息来回反转，资金自然就偏谨慎，收益通常不会太好，波动也会放大。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规律，今年也不会例外。但很多人只知道选举前波动大，却不知道选举落地之后市场会怎么走，更不知道资本市场最喜欢什么样的选举结果。多数人以为单党全胜最有利于股市，其实刚好相反。我们可以看看预测市场 Polymarket 的数据，现在市场给出的概率是民主党掌控众议院的概率有 84%， 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概率有 57%。换句话说，最大概率出现的结果是两院分别被两党掌控，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分裂国会。很多人一听分裂就觉得不好，觉得政府会内耗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。但恰恰相反，这是美股最喜欢的局面。你换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想，就明白了。股市怕的从来不是政府效率低，而是突然出台极端政策。不管是突然加税，突然搞行业监管，还是突然大规模撒钱，只要政策剧烈变动，市场就要重新定价，就会有大波动。如果两院分裂，两党互相牵制，任何极端政策都很难通过，最后出来的都是无关紧要折中的方案，反而不会有大的意外。对企业来说，最怕的不是政策不够好，而是政策不确定。只要格局定下来，大家知道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敢放心做长期规划，资本也敢进场定价。华尔街这么多年最爱的就是分裂国会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这件事的节奏其实很清晰，6到10月选举落地之前，消息面会很乱，震荡会比较多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无法避免的。等到10月份结果出来，不确定性彻底释放，再叠加后面降息预期和软着陆的确认，市场大概率会迎来一波非常强的回升。很多人总想着等选举尘埃落定再进场，可真到那时候，股价可能已经涨上去一截了。真正聪明的资金都是在混乱的时候慢慢布局，在确定性落地的时候收获收益。你要是等所有人都看清楚方向了再动手，往往只能吃到鱼尾。讲完政策和选举，我们再回到最根本的问题，美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？是要衰退了，还是藏着惊喜？现在市面上两种声音吵得厉害，一边说经济数据不温不火，随时可能陷入衰退，另一边说就业还很强，经济软着陆没问题。两边都有数据支撑，普通人根本分不清谁对谁错，看来看去只会更糊涂。其实你不用看那么多复杂的指标，什么 PMI、非农、产出缺口，听起来头都大。就看一件事儿，老百姓真实的消费能力。经济好不好，最终都要落到花钱上，没人花钱，数据再好看都是假的。如果剔除掉通膨的影响，去看真实的消费数据，你会发现美国的消费不仅没垮，反而还在持续增长，甚至写下了近3年的新高。这和很多人印象里的经济衰退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K 型经济。什么叫 K 型经济？简单说就是分化。有的人觉得日子越来越难，工作不稳定，物价越来越贵，消费越来越谨慎；有的人却过得越来越滋润，薪资涨得快，资产也在升值，花起钱来毫不手软。两边往不同的方向走，拼在一起就像个 K 字。支撑美国消费韧性的恰恰是高收入人群。一方面，这部分人的薪资增速一直很快，收入本身就在涨；另一方面，过去2年股市的上涨带来了很强的财富效应，手里的股票、房产都在升值，账面财富越来越多，花起钱来自然更有底气。你平时可能也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大家都在说消费降级，但高端餐厅永远要排队，奢侈品店门口永远有人，贵的东西反而卖得更好。不是所有人都有钱，
而是最能花钱的那批人消费能力特别强，足以撑住整体的消费大盘。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判断，由富人主导的消费韧性会比大家想象的强得多。接下来，如果利率进入下行周期，企业融资成本下降，经济还有进一步复苏的动力，那些非必需的消费品板块反而可能迎来不错的机会。很多人总喜欢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判断整个经济，这很容易产生偏差。你觉得消费不好，可能只是你所在的圈层消费谨慎，但真正决定宏观数据的是另一批人的消费行为。看市场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要跳出来看整个结构，不然很容易因为自身的体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。聊完宏观，我们终于可以说今天最核心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，现在的 AI 到底该怎么投？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对 AI 的感觉特别矛盾，一边觉得这是未来10年最大的产业趋势，不参与肯定要错过时代红利，另一边又觉得半导体涨得太高了，大公司都在抢芯片，全行业都在内卷，散户进去不知道该买什么，一不小心就接盘在高位。这种纠结非常正常，因为现在的 AI 产业正好卡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，往前一步是全新的增量时代，原地踏步就会陷在存量内卷里互相厮杀。很多人没看懂这个转变，所以要么盲目追高，要么彻底看空，最后都容易踩坑。我先给你讲清楚现在 AI 的存量困境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内卷，也会明白为什么我说现在单压上游风险很高。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钱其实都卡在基础层打转，大模型公司要训练模型，就得买大量的 GPU， 云厂商要承接 AI 需求，就得不停扩建资料中心，最上游的半导体公司因为需求太旺，芯片不停涨价，看起来大家都很忙，产业一片火热，但你仔细想就会发现，整个链条的收入本质上都来自大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。说白了，现在就像一群人想开餐厅赚钱，第一步先疯狂装修，买炉灶，租场地，卖厨具的，搞装修的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但餐厅本身还没开始正式营业，还没从客人手里赚到真金白银，整个行业的扩张全靠老板们砸钱投入撑着。这就是存量逻辑最大的问题，下游还没真正变现，上游的需求全靠资本开支驱动。一旦大科技公司觉得投入太多，回报太慢，开始放缓资本开支，上游的半导体公司马上就会面临订单下滑，再叠加之前涨上去的高估值，很容易出现估值和业绩双杀。之前大家抢 GPU， 后来抢 ASIC， 抢完芯片抢电力，抢完电力抢光模块，本质上都是在存量里抢资源，越抢越卷，越卷越依赖上游投入。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，总有一天投入会慢下来。到那时候，没有真实下游需求支撑的上游公司，股价会跌得比谁都快。很多散户总觉得 AI 就是买半导体，其实这是最偷懒也最危险的认知。你以为自己站在趋势上，其实站在了周期的顶点附近。那破局的路在哪里？答案就在增量逻辑里，也就是今年下半年即将大规模落地的 Agentic AI 智能体代理。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词还很陌生，我换个说法你就懂了。我们现在用的 AI， 不管是聊天还是画图，本质上都是你说一句它动一下，像个听话的助理，但只能做碎片化的小事。你让它写段文案可以，让它做个投影片大纲也行，但你没法把一整个完整的工作交给它，中间还得你不停纠错，不停下指令。而 Agentic AI 不一样，它是能独立完成一整套任务的智能体代理。比如你告诉他做一个完整的项目方案，他可以自己去查资料、拆分工序、写程序、做测试，中间不用你一步步盯着，他自己就能规划步骤，呼叫工具，完成交付。这意味着 AI 终于从一个玩具变成了真正能替代人力创造收入的生产工具。就拿程序设计领域来说，以前的 AI 只能帮你补几行程式码，现在的智能体代理可以独立完成整个功能模块的开发。一家公司原来需要10个工程师做的事，现在可能3个人配合智能体代理就能做完。对企业来说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节省，是真金白银的效率提升，他当然愿意为此付费。当下游的应用端真正开始变现，云厂商和原生 AI 企业能赚到实实在在的收入，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钱去反哺上游的算力和芯片。整个产业链就从砸钱扩产能的死循环变成了赚钱再投入的正向循环。这才是 AI 产业真正的长期增长逻辑，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。而这个从存量内卷转向增量变现的节点就在今年下半年。所以现在投 AI 最忌讳的就是单压一边。
你要是全仓追高位的半导体，万一资本开支放缓，很容易承受大幅回撤。你要是彻底不碰 AI， 等增量逻辑兑现，行业起飞的时候，又容易踏空。更稳妥的做法是在产业链的两端配置能穿越周期的优质公司，一端是上游有核心技术、基本面扎实、护城河足够深的企业，就算短期订单波动，长期也不会被淘汰。一端是下游有真实变现能力，能率先落地智慧代理应用的公司，会最先享受到增量红利。如果你不想花时间选股，也觉得自己判断不好转折点，直接定投 QQ 也是非常省心的选择。它本身就覆盖了 AI 产业链里最核心的一批大公司，既能吃到上游的技术红利，也能享受到下游应用爆发的收益，不用你费心去挑选标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正好处在存量转增量的前夜，市场还在被短期的内卷和焦虑主导，很多真正有长期价值的公司反而被错杀了。这个时候静下心来筛选优质标的，比追着热点跑长期收益会好得多。我知道很多人总想等一切都明朗了再进场，但投资里从来没有100%明朗的时候。等所有人都看到 AI 开始赚钱了，等每个公司的财报都写满了 AI 收入，股价早就反映完预期了。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共识还没形成的转折路口。讲到这里，下半年市场的整体轮廓其实已经很清晰了。前半段升息的担忧还会反复出来扰动，中期选举的消息也会不停制造波动，市场大概率会在震荡里消化这些杂音。这个阶段不会一帆风顺，会有很多次让你觉得是不是要大跌了，也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喊崩盘。但你要记住，这些本质上都是情绪层面的冲击，不是基本面的反转。等到10月份中期选举落地，不确定性释放，再加上通膨持续回落，降息预期越来越明确，同时 AI 的智能体代理应用开始大规模落地，增量逻辑逐步验证，市场就会迎来非常强的上行动力。4季度大概率会是全年收益最好的阶段。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，我仍然维持标普500年底8200点的目标位。很多人做投资总喜欢盯着每天的涨跌看，涨了就觉得牛市来了，跌了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了。但真正能赚到钱的人，都是先看清楚大的节奏，再顺着节奏做布局。你知道下半年大概是什么样的路径，就不会被中途的波动晃下车，也不会在高点盲目追涨。市场里永远不缺杂音，缺的是穿透杂音看底层逻辑的能力。今天讲的通膨、选举、经济、AI 这4件事，每一件都有无数人在发表极端观点，但你把底层的数据和逻辑拆开看，答案其实非常清楚。与其每天刷10几条新闻吓自己，不如花点时间把底层逻辑理清楚，建立自己的判断框架，这才是在市场里长期活下去并且赚到大钱的根本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下半年美股最主要的风险是升息超预期，还是 AI 蓄势落空？你现在是偏向逢低布局，还是打算等趋势明朗再进场？可以把你的想法和理由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交流。其实做投资久了，你会发现财富增长从来不是靠抓住每一次涨跌，也不是靠什么内线消息，而是靠对大趋势的正确判断和在混乱里保持理性的能力。市场每天都有新的焦虑、新的故事、新的造富神话，但真正决定你长期收益的，永远是你对产业、对经济、对人性的底层认知。如果你也认同这种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，想在美股市场里实现财富和认知的双重复利，欢迎关注这个频道。后面我还会继续带你拆解更多产业趋势和市场逻辑，帮你在杂音里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方向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永远有不确定性，任何判断都有可能出错。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实际情况，理性做出决策。有疑问的话，也可以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